美国6代机要领先中国，前景恐怕渺茫。被追得太紧，步子迈得太大，很容易被自己拉伤。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有一段时间呢，美国曾经宣布，他们的第6代战斗机已经进入了工程与制造发展，就是那个 EMD 阶段。也就是说，前面的论证阶段、方案阶段应该是都完成了。不过，不到30天之后，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参加美国空军协会进行的活动的时候确认，由于复杂程度过高，下一代战斗机系统中有人战斗机那部分将不再追求激进的采办策略。这段讲话被外界判定为是部分放弃了前空军部采办助理部长维尔罗伯那个数字化100系列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美国空军要用快速原型机研制加上快速部署的路子，快速进行技术研制的一个道路。计划是每5年完成一次迭代升级，每次迭代升级成功之后，都只购买小批量的成果，100架飞机左右。就是咱们当年说的那个小步快跑，美国自己的称呼叫做中间层次采办模式。这听上去挺美的呀，每过5年就有一次更新换代，每过5年就有100架新飞机可以压得对手喘不过气呢。但是现在肯德尔说了，这么看来好像是不行了，因为有人战斗机研制都是非常复杂的，6代机研制需要时间，可能会需要更多。制造一架类似 F-35的足以代表能力更强的新一代作战飞机的任务是长期艰巨的，这可不是什么部分具备基本功能可以模块化升级的快速转换项目能比的。而且即使用新的思想去研制无人机，肯德尔认为这种号称革命性的方式也不太成熟。而肯德尔这次放弃的数字化100系列计划呢，是3年前提出的。这种方式核心是要基于开放架构和通用组件，并且依赖先进的建模和其他数字工程技术，让厂商可以快速地把一架新飞机拼出来。用这种方式研制飞机，并且认为能够始终领先对手的话，恐怕美国有几个前提要保障。第一，美国必须保证自己的技术非常先进，同时还非常成熟，成熟到了可以随时根据需求进行组合，就像玩乐高玩具一样。但是在今天，在竞争双方水平逐渐接近的情况下，先进和成熟是矛盾的。真要是成熟到能在开放架构上快速拼出东西来，那就是你能我也能，跟手机一样，你出个新配置新型号，那中国也马上可以出一个新配置新型号。美国打算5年迭代一次，那我们的迭代周期也就差不多。所以美国每批100架战斗机，每架战斗机好几亿美元的价格，而且还先进不了几天，就不是美国压着中国喘不过气，是要被中国追得喘不过气了。第二呢，要确保绝对优势，就必须在多个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上保持大幅度领先，比如说气动、飞行控制、隐身、动力、导弹的制导体制等等方面。这些领域，美国确实很多东西已经不领先了，部分领域甚至还被我们超越了。而这些东西要出现颠覆性、革命性的发展，有时候真是需要靠运气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不会点错科技树。一旦点错科技树，可能10多年、几十年就错过了。美国海军不就是因为点错科技树，把几种新舰艇都玩残了吗？所以5年一次这个迭代周期就有点违反客观规律了。其实呢，美国打算用中间层次采购模式搞这种快速研制，就已经让高超音速武器研制跌跌撞撞。而肯德尔这次打算不玩中间层次采办模式，要回到过去的重大能力采办方式上面，意思就是再怎么加速，首先要追求稳妥，不管什么样的技术，确保成熟了，没有风险了，才能往飞机上用。说到底，肯德尔也知道美国的技术优势不是很明显，而且对快速迭代的技术成熟度、风险水平也不放心。他当然不希望美国6代机研制也因为步子迈得太大，自己把自己拉伤了。好，关于美国空军部长为什么决定用了一种比较稳妥的采办模式去进行第6代战斗机的研制，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